你知道吗？超过79%的百万富翁是靠自己致富的。没错，比如清洁工罗纳德·里德 （Ronald Reed），到92岁时，他已经积攒了800万美元。许多百万富翁都有类似的故事。他们不是继承财富，也不是毕业于顶尖大学，更不是每年赚几十万美元。那么，他们是怎嗯，么做到的呢？大家好，我是王博士。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欢迎。我是一个投资人，崇尚价值投资和长期主义，希望和大家一起学习如何慢慢但稳定的增长财富。在这段视频中，我将分享4个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积累财富的策略，并附上可以立即开始执行的实际步骤。让我们开始吧。即使是上过顶尖大学，我发现学校往往没有教会我们最重要的一课：理解金钱的运作方式，以及如何积累财富。而这其实是一项非常关键的生活技能。从根本上来说，通往财富的旅程由一个简单的公式决定：收入与支出。除非你深入学习过商业或者金融，否则现金流 （cash flow） 这个概念听起来可能有点陌生。即便学过，大多数时候我们谈的是企业的现金流，而不是管理个人的现金流。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现金流等于收入减去支出。举个例子，如果你每月的收入是5000美元，而支出是3500美元，那么你的现金流就是正的，你正处于盈余状态，每月可以留下1500美元。但如果你的支出上升到6000美元，那就意味着你花的钱比你赚的钱还多，此时你的现金流是负的，每个月还要欠债1000美元。令人惊讶的是，在美国，许多人即使收入相当可观，依然处于月光族的状态。而且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普通收入人群身上，连一些百万富翁也会掉入同样的陷阱。特别是当他们陷入所谓的生活膨胀 （lifestyle creep） 的时候。想要摆脱这种循环，实现财务独立，其实核心只有一个简单的原则，那就是赚的要比花的多，或者换句话来说，量入为出 （live below your means）。这听起来像是常识，但事实上很多人都忽视了它。如果不坚持这个原则，想要建立可持续的财富，就几乎像逆水行舟。除非你是一个拥有无限资金的信托基金的继承人。好，我们刚刚讲到要确保支出少于收入，那接下来问题是剩下来的钱该怎么办呢？答案是要储蓄，但问题来了，到底该存多少？你需要储蓄的金额其实取决于你的年龄以及你未来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了解自己目前的储蓄状况以及离舒适退休目标有多远非常重要。网上有许多计算器可以清楚地告诉你，要在退休时成为百万富翁，每个月需要存多少钱？咱们假设退休年龄是65岁，当然不能把钱只放在银行，通货膨胀会让钱贬值。我们还需要让钱每年都有回报。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我的另一个视频，关于初学者如何投资。现在假设我们银行里1分钱都没有，然后每个月定投大盘指数，假设回报率为8%。如果你25岁，每月需要存350美金，也就是每年4200美金。如果你30岁，就得提高到每月500美金，也就是每年6000美金。到30岁就要存每月750美金，也就是每年9000美金。到40岁，每个月就要超过1167美金，也就是每年14000美金。到45岁就要每月存1833美金以上，也就是每年22000美金。可以看到，越早开始越轻松。我还看到一个关于百万富翁年龄分布的图表 （Million Dollar Age Grid），帮助我们更直观地了解这一点。我觉得这个图表非常有意思，看起来数字很多，但请听我解释，它其实展示了你在不同年龄段需要存多少钱才能成为百万富翁。这里假设你是从0美元开始，每年有7%的回报率。横轴是开始存钱的年龄，竖轴是每年需要存钱的钱数。例如，如果你20岁开始，每年需要存6000美金，也就是每月500美金，那么你将在57岁时成为百万富翁。如果你从25岁开始，那你会在62岁时成为百万富翁。若是30岁才开始，大约在67岁时能达到目标。有几个很有趣的结论，无论你从哪一年开始，
第一点，每年储蓄1万美金，大约30年后就可以达到100万。如果更积极一些，每年存2万美金，大约22年就能成为百万富翁。三，如果你属于快车道，每年能存4万美金，那么仅需要15年就能实现100万美金的目标。四，任何人都可以在65岁前成为百万富翁，只需要从20岁开始，每年仅仅存4000美金就可以了。五，如果一个人50岁，净资产为0，那么这个人可以通过每年存下5万美金，而在63岁时成为百万富翁。听起来也许有点不现实，但是这个年龄段的人通常都在收入的顶峰时期。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关键在于让储蓄自动化 ，automate your savings。一旦储蓄自动化，你就不需要刻意去想，它会自动发生。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工资直接打入我们的支票账户 checking account， 然后设定自动转账，把其中比如至少10%存入到储蓄账户，剩下的资金则分配到用于固定支出和可变支出的账户。如果你有工作单位提供的401k 计划，那太棒了，一定要参加，尤其是公司提供的配比 match 的情况下，那基本上就是白拿的钱，是给你未来的奖励。多数公司会在你拿到工资之前就自动扣除了这部分401k 的钱，也就是说，当你收到工资时，这笔储蓄已经帮你存好了。所以这一段的重点是量入为出，并去储蓄。一旦设定好系统，就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生活，让储蓄为你默默工作。正如摩根豪斯 （Morgan Housel） 所说的，财富是那些你看不见的钱。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懂它的人从中获利，不懂的人为此付费。”这句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你的钱可以生钱，而这些钱又能继续生出更多的钱，就像一个滚下山坡的雪球，越滚越大。举个例子，还记得前面提到的罗纳德·里德 （Ronald Read） 吗？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洁工，生活非常朴素。但他有一个秘密武器，惊人的储蓄习惯和聪明的投资头脑。我之前还专门做了一期视频来讲他的故事，欢迎大家去看看。他去世时积累的财富高达800万美元，而他并不是高薪人士，他是家里第一个高中毕业的人，后来在加油站和学校担任清洁工。他的邻居回忆说，如果他赚了50美元，他大概会存下40美元。他把这些钱拿去投资，长期坚持，这就把我们带回到复利的概念。时间是你积累财富最好的朋友。假设你每年年收入5万美金，并决定储蓄其中的15%，也就是每年7500美金。如果你坚持这样做30年，并获得平均7%的年回报率，那么最终你将积累大约75万美金。但如果你再坚持4年，也就是34年，这笔钱就会增长超过100万美元。这就是时间的力量，时间让投资成熟，让复利发挥魔力。如果你还需要更多例子去证明时间是你最好的投资朋友，那就看看沃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他的大部分财富都是在65岁之后积累的。在他840亿美元的净资产中，超过810亿美元是在退休年龄之后获得的。截至2024年3月，巴菲特的净资产已经超过了1340亿美元，使他成为全球第7富有的人。而这一切财富源于他长达80多年的投资生涯，这就是复利与时间共同创造的奇迹。你可能会想，那我要怎样才能让投资收益更高呢？其实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比如首先你要减少住房和汽车开支，释放更多的资金用于投资。如果你已婚，可以利用双收入 dual income 的优势，更快实现财务目标。谈判加薪，把加薪的一部分用于投资，这也是非常有效的策略。甚至每2到3年跳槽一次，往往也能显著提升收入。总结一下最重要的要点：尽早开始储蓄，坚持投资，让时间和复利为你工作。关键在于现在做出明智的选择，未来才能做出更大的行动。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一种观念，至少我是这样被教育的，或者父母仅仅知道如此教育：好好上学，拿好成绩，找一份好工作，成家，然后退休。
亚裔的家庭尤其是如此，这样的人生路径被认为是光宗耀祖，让父母安心的。但我后来发现，这样的稳定生活模式其实隐藏着很大的风险。依赖一份工作其实非常危险，你受制于老板的决定，经济衰退、裁员等等风险都可能让你措手不及。如果你只依赖单一的收入来源，那就几乎没有任何谈判的筹码。对于很多人来说，只要错过一次工资，就可能陷入经济危机。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有那么多人过着月光族的生活 ，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而如果你去研究百万富翁，你就会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大多拥有多重收入来源。根据美国国税局 IRS 的数据，富人平均拥有不止2、3个，而是7个不同的收入渠道。富人早就学会了不再依赖朝九晚五的单一工作，他们的秘诀是让钱在睡觉时也能替他们赚钱。拥有更多的赚钱途径，就意味着拥有更多的自由。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当然，我们可以储蓄、削减支出、量入为出，但这些都有上限，毕竟我们还得吃饭、出行、生活，而赚钱的潜力是没有上限的。这也是为什么你应该现在就开始一个副业 side hustle。如今网络上有无数的合法赚钱的方式，你所需要的只是愿意学习，愿意在起步阶段付出努力，以及保持连续性 consistency。我之前的视频有分享过，大家可以去看看。之后也会持续分享如何建立多股现金流的方法，请大家订阅并持续关注。从小到大，我们可能常常会听到一句话：我们负担不起这个。尤其在年龄还小的时候，这句话在潜意识里会限制我们的信念 ，limiting your beliefs。其中有几种常见的观念，我一再听到。第一种是金钱是邪恶的 ，money is evil。这种方法把金钱描绘成压力、贪婪和不道德的根源，但事实上，金钱只是一个工具而已。没错，它确实可能带来问题，但是在合适的人手中，金钱可以成为推动善意的力量，它能打开机会之门，解决现实中的问题。想想看，如果你拥有更多的钱，你可以投资，也可以捐赠给那些你真正关心的事业。另一种信念是，钱是稀缺的 ，money is scarce。这种钱不够分的恐惧，会让人产生严重的心理限制。尤其当你在大型公司工作的时候，这种思维模式会更根深蒂固，因为在公司的体制内，职位确实是有限的。于是我们被训练成一种思维：如果他得到了这个机会，那我就得不到。这种想法会让人陷入一个非常糟糕、恶性循环的竞争模式。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思考，认识到世界上的财富其实是丰裕的 （abundance of money）。而我们可以通过正确的策略、系统、技能 （strategies, systems and skills） 去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一份。那么我们会发现，能赚到的钱几乎是没有上限的。最后一种常见的信念是，金钱买不来幸福 （Money can't buy happiness）。没错，光有钱确实不能让人幸福，但金钱可以显著缓解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和压力。其实，许多研究都表明，经济资源有限的家庭更容易感受到财务压力，而这种长期的压力往往与更高的抑郁风险以及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密切相关。所以，虽然金钱买不来幸福，但它可以让我们与朋友、家人共度的美好时光更甜蜜，还能让我们更慷慨，同时感受到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了保障。总结一下，金钱是一种工具，它能为我们打开更多的选择与机会的大门。只要我们在储蓄、赚钱与投资上变得更聪明，就能重写我们自己的人生财富故事。归根结底，这不仅仅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而是我们如何运用这些钱去让生活变得更好，不仅是为了自己，也为身边的人。朋友们，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在离开前别忘了点赞、订阅频道，并在下方留言区分享你的想法。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次再见。